杨晨曦自信美宅却被吐槽相公了。我家是把它塑造成一个知名打卡景点，我常都会接到一些电话，他们都会说什么，哎，你现在在不在家？那我们现在要过去拍业配。可看起来那个好像那是公聊，你知道吗？明星自信拿手菜，这道上桌就完美。我朋友我们都会有个菜单，这道是绝对必点的。这比外面的鹰嘴豆泥好吃。你真的不想输哦？我的胃就全部都暖起来的那种感觉。是比赛就对了。哎呀，让大家每一个家庭分一点带回家，我觉得这种祝福。我看不出来你可以做出那么好吃。欢迎收看《女王大人》，晚安。晚安，你们好。陈哥，怎么办？帮帮我！一开场你就下跪啊？说。前2天，恩典说，恩典，这周末能不能邀请几个同学到家里来玩，让我做些小点心给他们吃？既然他都开口了，我这个当妈的能不挺吗？妈的一定要挺啊！妈的一定要挺！不是，我说当妈的一定要挺啊！对，但万万没想到，才刚答应恩典玩几天，哎，老师就打电话来了。喂，恩典妈妈，恩典说这个周末您办了一个 party， 要邀请全班的同学来家里玩。我想说，既然是全班活动，所以必须要来跟你核对一下人数跟时间哦。全班有几个人呢？含家长33个，提供几道你的压箱底必杀拿手菜，救救小妹我吧！不止我救，我找了一群人一起救。太好了！今天邀请的5位对自己的拿手菜是非常有自信的来宾，他们的私房菜绝对会让大家宾主尽欢，太棒了，好不好？来，我们欢迎他们出场。介绍第一位，首先欢迎丁宁姐。丁宁。欢迎第2位聂小云。欢迎聂哥。有。欢迎杨晨曦。杨果冻。欢迎金老婆爷，还有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张瑞福，欢迎大家，欢迎，感谢各位今天提供你们的私房菜来救救我们的八小玉，救我！家里面要办33个人的团膳呐，这不容易啊，33个人起码准备个16道左右。我要准备酒吗？酒一定要啊，加速的饮料。对，那些孩子就可以早点回去了。对，因为你们私房菜很明显的，要既然聊私房菜，就后面一定吃得到。是，但我们要先聊到第1个问题。待客之道，学问大。怎么说？掌握这几招，保证让客人宾至如归。宾至如归的第1招，他就饮料喝到太赞了，嗨耶！需要。哎，万一今天来，比如说你请5个人来，但是只有1个喝怎么办？他不会请那种不喝的。不要这么讲，我也是有这样子的朋友。对呀，5个来有1个不，只有1个喝怎么办？对，就是我们会游说他喝一点点有酒精，比如说3%、5%那一种。对他如果不喝也是可以的，那就伺候我们喝。但是因为在我家里面，因为每次我家里面来的人都非常多，那我们家就是各国国籍的人都蛮多的。最多有到多少人？不包括小孩哦，13个要有啊，不包括小孩大概就再加5个6个，没包括小孩就13个了，对，你家蛮大的嘛。就因为这样不断搬家，对，为了容纳6个朋友到10个朋友到下面，然后对，就为了我朋友在搬家，很快就要搬到南港展览馆本馆。趴树饮料喝到饱怎么说？首先基本上我是觉得主人非常重要，主人自己一定要先开心。当然。对，所以我在做菜的时候，我自己就开始喝。这样很好。对，基本上我在 party 的时候我就不吃了。我基本上我都不断的在催眠我自己，就是说，哎呀，做菜做的怎么样不重要，有酒就好了。我懂了，客人是喝饱的，不是吃饱的。不要这么讲，都有。对，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会先用比较酒精趴数比较低的，例如说香槟，它就比较低的趴数。香槟先来。对5%左右的，或者气泡酒，然后粉红酒这种就是喝起来会开心，然后没有压力。就在10%左右了，对，就在10%左右。对，然后我在那个晚上之前，我就会先准备一道，就是说是不用加热的。
的菜，冷盘开胃。对，我希望说我们客人来的时候，他吃到都是热热的东西，因为台湾人嘛喜欢吃热的东西，所以我前面一定会一些像有时候我会做一些沙沙酱。对，因为我现在也有墨西哥人的血统，所以我们也会做一些墨西哥菜，做沙拉酱，然后就大家就一边喝着气泡酒，然后一边就沾着东西就先吃，然后聊天，对，然后跟不同的朋友聊天。我用那个脆片是吧？对，这是第一阶段，然后第二阶段上菜了，因为上菜就有上菜的酒。像红白酒是一定要的，对。然后或是如果冬天，我就喜欢准备一点德国的香料酒。哦，热红酒。是那种对，热红酒，有肉不用煮哦，它就整瓶帮你调好的，我只要去加热，看这么棒的。你是买现成回来加热？是的，我本来觉得。去哪里买现成？去酒商那边买啊。酒商有。我是意外喝到这样一瓶酒，就非常好用。我们会有一个桌子，那个桌子没有抬起来，是专门酒区。哇，所以还有一个酒区啊。有酒区。聪明，这个很聪明。对，然后上面什么酒都有。对，就是应有尽有，琳琅满目。就是我也不要去招呼你啊，你就自己去看。你挑你想喝的挑。对，那或者是如果你怕我们的酒不符合你的标准，你就自己带。哦，对，漂亮。自己带。对，你带你想分享的酒有。对，这招很聪明。你就带到酒区那边，然后我们就各种杯子都有。是。对，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会很开心，然后这时候最后就要上甜点啦，然后水果啦什么什么的。对，所以大部分都会待到最后，我的朋友大部分都会待到最后。宾主尽欢了。对啊。这个趴树饮料喝下去，大概每个人都在5、6分的时候，那就是打开话匣子的时候。对，好开心，对不对？对，好开心。这个请朋友到家里来的时候，自己做自己下厨，那个很重要，因为其实你做的东西就是一个话题了。我喜欢的是就是慢慢，等于是中西私房专属菜单。哇，怎么说？其实年轻的时候请朋友吃饭最简单了，就买披萨就好了。而且那个通常都是有功能性，简单而粗暴的满足他。在学生时候，真的，我们学生时候要搬家就要请客，为什么呢？就约同学到家里来，就宿舍啦或什么，要约到这里来，来啊，那个披萨呢？没有，披萨在新的那边。那我们现在从这里过去，来，每个人手上拿一样东西哈，有诱因，找人来搬家的。我约10个同学来，家就搬好了。而且只要请披萨，有没有哈？对，这是划得来，年轻的，很划算，聪明。后来我觉得在国外其实请吃饭，因为国外的空间有院子啊什么的 ，barbecue 就对方便，很 easy 嘛，对不对？你在那边一边做一边跟大家聊天哈。可是我觉得真的请客 timing 是最重要的，要客人跟主人要有机会互动。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请中餐的学问比较大，比较难一点，因为很多中菜的菜，你是要炒蹦上一盘，炒要蹦上一盘，那你后面还没上完，那前面已经在吃了，那问题你在后面又要做，对，所以要找那些 timing 可以 OK 的。所以中餐的话，我就常常会。卤啊、炖啊，聪明，所以一锅一锅要先准备好，然后到上菜的时候就是清蒸一个跟一个炒一个青菜，砰上了，大家可以坐下来，我就可以跟客人一起，就是一桌菜，就是一桌菜，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就是吃锅，吃锅。那我每年我现在还会寄酸白菜。所以酸白菜做好了，我其实所有东西都要事先准备好，丸子要先炸好，所有的这些东西，所有的主副食材都有。好像在餐厅哦。对啊，这是我做的备料。这我做的酸白菜锅。那另外我后来就慢慢开始考虑，其实西餐的东西就比较容易来抓这个 timing。那以前当然朋友来煎牛排，人数少可以，因为牛排必须一片一片或2片2片煎嘛。对。那后来我就做 roast beef。Prime rib 就有点像有点像 Lawry's 的那种，Lawry's， 所以我就是一整块，对，一整块买回来。这有学问呢，对，这有学问的，要卤腌呢，对，这个基本上要腌个2天，对，要腌2天的时间，然后客人来的前一天晚上你就可以进烤箱，那我是做 reverse searing， 所以先进烤箱，这个要烤大概10几个小时，对，差不多10个小时。就是先用一个低温的烘烤，低温烘烤，对，有点酥肥的感觉。然后上之前再抓这个 timing， 人到了，我们一个烤好，在大概前1个小时吧，那个温度再去做调整，所以客人一到了，啪一出来，我一次就可有做10份20份，当然可以，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就是我后来开始去采取的，聪明，采取的行动，厉害。策略性的宴客，对。那还有一个我就很喜欢的是这个，就是我每年我就是在国外，我跟孩子很喜欢去钓鱼嘛，所以我们每一次都会去钓鱼啊、钓螃蟹什么的。那钓回来，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传统，那就是家人朋友会全部到我这边来，那我们就会聚。那这个又是一个故事性，因为所有的螃蟹都自己抓的。哇！
啊，那螃蟹也是一样，它可以事先，像这个我们就是蒸一下，或者是做中式料理。那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全部肉掏出来，然后做沙拉、做三明治，没有 crab sandwich。那个也是，就是一次就可以吃。这是大厨，这在美国吗？在美国，这有功夫在里面。对，这是大厨哎，很棒。所以我后来发现，就是一次要可以大家一起互动的，这个很重要。对。他有缺家人吗？你问的刚好，他缺佣人，你愿意帮忙吗？那佣人也吃得到那些吗？剩下的有啊，如果有剩的话，好不好？你将就一下，有剩的话。有剩的我要。其实剩下的骨头拿去熬汤也不错。我要。哎，要熬过那牛骨拿去熬汤好。好毒啊你！这时候缺家人了，我跟他的关系比较近啊，对不对？要怎么也是先我去啊。它是中西式，因为中餐跟西餐的料理过程不同，对，它的工序不同，所以呢交叉运用的话呢，主人可以轮流，比如说我老婆西餐比较好，那中餐我就先上。说西餐他先准备，那上了前面头盘啊、开胃菜啊什么的，还可以先弄，弄完以后呢，准备上中餐了，换我进去，你就可以一直都觉得还是有在跟主人交流，那也要刚好2位都可以做菜呀，对，不是，对啊，所以有些就像刚刚聂云讲的嘛，他就是说前面可以先做一些预先准备的动作，让他先弄得有点像半成比较快一点。对啊，备料备好就好。像我是永远都会有鸡汤，我家一定会有鸡汤。哇，哎，漂亮。对，我觉得，然后只要冬天就麻油鸡。哦，漂亮。哇，有时候就是那种很冷的时候，大家一进来，麻油鸡，你随便下个面线拌一下就好。多久朋友们也吃得惯麻油鸡吗？都，我先生非常爱吃麻油鸡，然后再来一杯高粱。他先生是我看过少数几个很适合坐月子的外国人。我的月子餐都是他吃的。你说那个杜仲啊什么？他吃的茯苓啊。张瑞夫是我们这边最年轻的，待客之道。来听一下你有什么方法？来教我们一招。比较没有那些有小孩的朋友，对，所以其实我通常也不太宴客的。哦，那如果真的朋友来，就是因为通常很少，所以反而他们来我就很紧张。宾至如归跟隐形管家什么关系？朋友来的时候，通常我是不邀请他们，可是因为我常常在我的 IG 分享我做菜，人家就会说我很想来，就一来我就完蛋了，我很怕出包啊，很怕自己做不好，所以那你就不要分享那些做菜就好了。随手做的家常菜啊，对，我就随手做家常菜，我就怕那个家常菜可能不像刚刚聂云哥那个牛排那么厉害，不用。既然食物部分不一定能够取胜，我就用服务来处理大家。怎么服务呢？就有点像是我们做饭店的时候会做那种服务体验，我会先把大家从进来、开门之后，他会所看到的东西、所要放的地方，是不会到鞠躬啊，但是我会把拖鞋放好、朝向放好，然后呢，大家坐哪里都先安排好。一上桌之后仪式感要做满，进门就有仪式。要洗脚吗？是不用啦，因为家里人不够，自己会有点够了。对，我帮你。你会设定他的所有的客人的包包啊、衣服放在什么地方？对他进来之后，他就会觉得，好像一切都很合理，有人安排好。那在吃饭的时候呢，我不一定会一直跟大家讲话，但是我一直注意大家菜吃完了，酒没了，我就开始会飘起来，不是飘走，就开始帮大家倒酒。然后如果真的大家都吃完了，没有菜了，我会默默飘去冰箱，然后拿东西出来，因为我冰箱蛮像阿嬷的冰箱，就是很多塑胶袋那一种，就里面找东西出来煮汤让大家配酒，我就默默躲在那边，很有画面，对，很有画面。可是这样一整个宴客下来，你会不会自己觉得很累？那你在干嘛？我就是负责注意大家，那会不会很累？他要做 service， 他要通常大家走完之后我才会累。对啊，而且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我个人的小细节我会一直去厕所，但不是因为我紧张去上厕所，是我会去帮大家看那个厕所脏不脏，然后我会在那边擦尿垢，然后把那个马桶座放下。我也会做这个，真的是管家陈哥，我很在乎这个，贴心暖男。因为我觉得客人来到家里面做客，他去上厕所发现地上有尿渍，有没有？所以当我觉得今天整个比例上面女生比较多的时候，我就会说。男生方便的话，今天也坐着上厕所。对，真的好贴心哦。如果我不好这样要求，那我家里要做个小便斗。我觉得他讲的好感人哦，蛮好。对啊，那注意这种细节，其实这种家人我还蛮需要的。真的吗？对。我也会擦尿。
完全没问题。厕所交给我，然后螃蟹啊那些我就服务可以交给我，服务。贴心的隐形管家，这些他们都提到的一些还蛮好的，会让大家觉得。会舒服的，真的是你参加一个家庭的聚会啊，这个轰趴，会念念不忘，会舒服的，会有记忆点。对，希望下次能够再来那种感觉。对。像我的话是。我当然就很喜欢，就是朋友就是来家里坐一坐这样子，然后通常就是因为我老公呢，就他不要啦，不用麻烦，就是直接外食就是叫餐就好了。但是我觉得，因为客人竟然就是来到我们家，一定要就是而且韩国人呢，就韩国人要做出一些不一样的菜色给他们吃，然后我都会做。但是我比较就是菜色之外，就是会让他们开心喝到饱，就是或者是吃到饱之外，我会就是在乎的是让孩子们就是不要无聊这件事情，因为孩子开始闹哭，爸爸妈妈心情就不好了，然后就想要回家了。我要就让你们就是尽量来到我们家，你要跟长大人呢就是好好聊天，然后就是我可以，因为我老公比较会social，就跟家长们就是会聊天，因为我现在的朋友群，就以前的朋友群之外，多了一个是家长们，就孩子的就是家长，这个很重要。就是好，譬如说有一次呢，静静，我刚好爬上完了，然后呢，就是因为刚好我们家是爬山步道旁边，然后呢，我想要就是去你家玩一玩，可以吗？你知道吗？很临时，然后我真的是很好看。刚好我在家里，如果我不在家，当然没办法。就刚好我在家里，好来啊！就因为他们也是在2-3个家庭一起，就是假日的时候，为了孩子的健康，就是不要3C，不要3C的那个，就是然后就是来了来完之后，就是我当然就是因为韩国有一些比较就我都会一些备料，就是海带芽汤啊，或者是一些备料汤，就是热就好，对，可以吃的那一种。然后呢，就是孩子们来的时候呢，我不要让孩子们无聊，因为既然爸爸妈妈很用心，假日就是要带孩子们爬山，是不要让你接触3C的意思。你来到家里就是打开电视，因为孩子们，我的小孩很小，就是5岁跟8岁，就是直接给他们看电影，这样子是不好的，也不对。对，不对嘛？那可以做什么呢？然后我就会就是准备一些就是史莱姆，因为我的小孩还在就是玩那个史莱姆的状态，但是黏不拉几的那个。史莱姆呢其实是它不能就是直接丢给孩子们玩，因为它的比例要抓好，所以我会通常就是在旁边就是跟孩子们一起玩史莱姆。这是我这是示意图，就是我弟弟就我的儿子就在玩平常玩史莱姆，对，因为其实一开始是他很水嫩，但是他越抓浓稠到一个形状出来，所以其实是这个过程，孩子们抓东西的时候，他们的触感就是开始很好玩，我就让孩子们就玩，就我就旁边就是顾着孩子，就是比例抓好。可是这样你是不是也失去一点跟其他大人互动的时间？会，我还是因为我也是很爱喝酒，所以说就是我就有人说自己很爱喝酒。对，不好意思，认识一下。然后就是孩子们，你很棒。然后就是我的玩意不能少，因为我家里也不会很大到，就听不到他们的聊天的东西啊，就说对，我就是在那边旁边就是聊天，我就是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开心。杨晨曦自信美宅却被吐槽相公了。我家是把它塑造成一个知名打卡景点，我常都会接到一些电话，他们都会说什么，你现在在不在家？那我们现在要过去拍业配。可看起来那个好像那是公聊，你知道吗？假日会选择带孩子出去到大自然的父母亲，我就是不希望你接近3C嘛，对呀，对嗯不对？会到人家朋友家里拜访，一进去就开始看电影，又开始玩游戏，那跟在家有什么两样？对不对？再是不知道怎么样，家里面有点空间的，就所有小朋友进来，来，大家把的工具发给他们，我去整理院子啊，有没有？慢慢到后面去洗车啊。对，太好了，这算是某种 baby boss 的哦。职业职人的衣服，对，园丁，而且不用门票，不错，去买几个可爱一点的，对不对？可爱一点的那种 sponge 啊，或者是雨鞋什么的，一人一个刷子，好棒！今天我们当洗车老板，省钱 ，baby
后来发现，很好，哎，下次再来。台风刚过，我们屋顶啊有点波动，我们把工程帽发下去，Baby Boss 真人版。对，我的是仪式感，做好做满。你刚刚就坐在张瑞夫旁边，他的刚刚的进门的仪式感怎么设计的还可以吧？他的仪式感跟我的还好。还好，比起来真的是还好，而且是不同方向的。他那个很像那种就是蝙蝠侠旁边的那个阿福，很像管家，对，我就拿着那个西莫里这样拿着，有没有？可以叫他罗宾吗？可是阿福才是管家，比较像阿福，阿福就是管家，比较像阿福。衣服的颜色啦，应该是。对，好像。但因为我自己是狮子座的，我做的这种仪式感是跟他那种是不太一样。你是哪一种仪式感？我就是很浮夸的，我家是把它塑造成一个知名打卡景点。真的，要去找背板的那种吗？不止，而且你知道我一开始，因为我其实跟我同一层年纪的人比起来，我是比较早买房子的嘛，所以那时候我常都会接到一些电话，他们都会说什么，哎，你现在在不在家？然后我以为他们要来看我还是怎么样的，说，哦，那你现在在家，那我们现在要过去拍业配。就要把东西带去，就是拍业配，我家来拍业配。你家美到可以拍业配？我家就是美到就是有网美墙，可以让他们拍起来是很漂亮的。对，然后这可以看一下，就是我某一次生日的时候，我就直接把那个芭比盒搬到我家来。你去哪边搞这个芭比盒？就在你家里面定做的吧？定做，这在我家，这是我家。哦。然后这个所有的布置就是那时候有气球啊、芭比盒啊，然后一起营造这个。这是你家的客厅吗？完美打卡墙，这是我家的，才能放这个。这是我家的一面墙，然后后面是窗户，对，然后旁边的那个蛋糕也是耗资大概快要2万块钱的蛋糕。它是真的可以吃的吗？可以吃的，但是它就是上面那些都是翻糖去做的。天哪！不是直接模型哦，那些都是糖去做的。对，然后就是营造一个真的很芭比感。对，然后那时候是邀请大家一起来。真的有人在盒子里耶。对，那就是芭比盒的感觉啊。那这些照片呢，就是除了我们，就是如果你还要自己照，也有一点心酸，我都会邀请专门的摄影师来帮大家拍。还邀请专门的摄影？对，大家都会拍上影，然后那个摄影师好浮夸，给大家拍完之后，修图，他就 iPad 可以现场给你选照片，然后就立马帮你修图，然后再传给你这样。天哪，一定是有规模的。哎，这个有预算，真的有差哎。这是公关公司的等级了。对，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刚刚只是芭比盒的一次嘛，然后平常我也会有摆设像这样子的网美墙，大家也都可以来拍照。所以你要生活的时候就有这个墙，对，经过你家就可以去说，哎，不好意思，我拍个照这样。哎，就是类似这种概念啊。那你会每个季节换一下那个主题吗？对，后来我就发现好像有点太忙了。这是琳达乌以轩啊。对啊，其实就是他们很需要社群上面很需要摆放这样的照片，所以其实也都会蛮常来的。杨丞琳这个没有预算，这个家境不好也没办法这样玩。而且我就是很聪明哦，因为我就想说，我已经要负责帮大家就是 handle 这么多事了，那菜的部分呢，我可能就会比较稍加忽略，所以我就请大家带自己喜欢的菜，一人带一道菜。对，聪明，而且就会激起大家想要比较的心态哦，真的。这一次这一桌菜都是叫得出名字的，各种菜的那种什么蟹黄豆腐煲，对，什么酸菜鱼啊，然后什么私厨的菜啊，然后还有什么就是炸鸡界的爱马仕啊，什么都来了。哎，可是拜托摆盘会摆一下，用塑胶袋跟那个纸盒看起来那个好像那是公聊，你知道吗？哎，这个不是啊，可是你们家这是什么局？大家怎么穿的这么？都蛮慎重，好像有这 settle 的感觉。还拍照的时候，就是我的生日的那个芭比趴那一次，就是大家都要穿。你要不要看上次曾国城来我家穿什么？我那照可以秀吗？什么？没，你看人家去人家，你看人家多重视主人的氛围。我穿的有很丑吗？你那天应该就是睡完午觉，睡衣没换就过来了吧？个人觉得很安全，有没有？就不用打扮。来我家，好歹你看人家头发，你那天戴发箍来我家，哎。对，大家都有这种。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影片，就是像这个是要讲我的好处哦，讲我的优点的影片。有玉兔跟会赚钱，小优吗？努力，胸部大，讲力气，腿长，会
你们在那多大啊？你们在玩果冻冲冲冲。对啊，多大啦？胸部大重复了2次是有多大？这有多大啦？他生过之后有不一样哦。哎，我生过之后真的还蛮大的。没有啊，就是我会办这种娱性活动，然后呢还有礼物要送给大家，还有礼物哇，还有礼物啊，伴手礼。对，哇，那你很公司，你那个在玩啊，一套套的完完整整的呀。对啊，看到没有？这个也还不错哎，有而且还蛮爽的。我觉得下次我请客也要大家来讲一下我有多好，预备起。烤牛排，小不大，爱捏捏，小不大。2次，不持久。这个你知道就奇怪了呀，怎么可以？太好笑了吧，这个。好，来了，一世成主顾，我的拿手宴客料理，欢迎丁宁。拿手的宴客料理，今天呢特别讲的是一世成主顾的概念，是，好好介绍它是什么 ？OK， 它是客制化鹰嘴豆泥。鹰嘴豆听好了，客制化。为什么叫做客制化？好，一般鹰嘴豆泥呢，基本上大去那些，但是它绝对不会加香菜，对不对？哦。但是我知道陈哥很喜欢吃香菜，我喜欢。我这道鹰嘴豆泥是有加香菜的。哎呦！而且我之前像有些朋友来，他如果这段时间身体不好，我会加姜黄。姜黄。对，就是我会加不同，就依个人不同的身体的需求，然后去做一些变化。宴客端出招牌菜，叫好叫座人人赞。我朋友我们都会有个菜单，说你们要吃什么要吃什么。哎呦，这道是绝对必点的。这比外面的鹰嘴豆泥好吃。就是这道菜是不失礼貌，可是你要拿出来的时候会觉得很大气。你看多受欢迎，哇！讲那么小一点。鹰嘴豆算是哪个国家吃最多？欧洲国家。欧洲啊，中东。然后我一个朋友他家埃及人，然后那个埃及人还是个 chef 哦，而且是在就是5星级饭店当 chef。OK。对，然后他说我做鹰嘴豆泥是他吃到最好吃的鹰嘴豆泥。哇，这个评价好高哦！这评价太高了吧？对，那会不会是场面话的？埃及人外国人也会说场面话的。我几乎每次我开 party， 然后我朋友我们都会有个菜单，说你们要吃什么要吃什么。哎呦，这道是绝对必点的，而且有些会就丁宁，那你可不可以多做一点，可以让我带一罐回去吗？对，我是会被 order 的。真的好香哎。对啊。好，首先。罐头鹰嘴豆，对，以前我会用煮的，就是从生开，这太辛苦了，算了，我之后就用罐头，罐头味道也还不错。罐头做的很好，做的很方便。蒜头对，很方便，蒜头一定要。虽然蒜头放很多，但是对，结果先跟我讲说，蒜头大多很好吃。你是蒜仁嘛？没带皮。我蒜仁，没带皮哈。对，没带皮，当然没带皮啊。2种芝麻酱，这是没有甜的，哦，原来是芝麻酱造成的。香菜有打进去哦。对。我突然发现那个打进去啊，当然打进去啊。蛮好吃的，因为一般是不是没有人会加香菜？对。哎呦。桌标的柠檬汁。对。皮屑也会用吗？不会，就把它滤掉。因为我们有过滤的筛子，你就不用担心。皮屑可以磨。对。可以多一个清香味。下次可以试看看哦。对着，磨上去。对。然后橄榄油最重要，要很好的橄榄油。什么？切蔬菜什么的，我都自己切。哇，这调理机很方便。对啊 ，blender 基本上只是用来做这一种。它还可以做很多。对，但是我基本上只切洋葱、切蒜末什么的。还要盐巴那些的吗？有，我都有加。哇，简单。所以这基本上是熟的，不用再加热了。对，不用再，就是朋友来之前，我就说一定要有些菜是朋友来可以直接吃的。对，所以然后一边喝酒，一边喝的气泡酒，然后一边就可以拿面包，然后再来吃。开胃小点。我们各位亲爱的朋友，来呀，可以集合了，耶！开动了。终于
好吃。哦，你上面另外撒的你这是原有的 recipe 还是你自己有？我自己的 recipe。对，因为它跟外面吃的那味道，这个味道的层次多很多哎，香气不一样，里面好多东西。对我加了很多我自己喜欢，因为我在外面吃的那个鹰嘴豆泥，我就觉得啊少什么，所以我自己做的时候。我就一直尝，少什么蒜头要多一点，要再多一点柠檬。哇，你这个香味的元素爆表，对，真的爆表。我里面打了香菜进去，香菜会增加一些清香。对，还有松露。那个balsamico，上面是什么粉？是烟熏粉。哦，烟熏红椒粉。不是 paprika。不是。那我上面就是那个 risotto 的就是那个红酒醋。哦 balsamico。好吃哎！而且重要的是，因为它是高蛋白质，对，因为我肉吃比较少的人，对，然后我不能一直吃豆腐啊，吃得很饱，所以我吃鹰嘴豆泥对我来讲是最好的蛋白质。这个应该配一瓶 Chardonnay 哈，这个来个白的酒，可以，真的爽口一点。如果这时候有蛋太好了，哇，好吃吧？好开胃哦，很开胃。这比外面的鹰嘴豆泥好吃，好吃的太多，而且我用很好的橄榄油，学起来，棒了，掌声鼓励，太好了。下一位，就欢迎杨晨曦，杨国栋，来，哎呦，这个是蒸鳕鱼是吧？青葱蒸鱼，然后我用的是比目鱼，因为比目鱼它其实有一个好处，鳕鱼它比较难买，但是如果朋友要来家里的时候啊，会有时候很突然，那我可能在超市买的话，比目鱼它会比较容易就是买到这样。哦，它比较好买。对，那就是这道菜是。不失礼貌，可是你又拿出来的时候会觉得很大气。你招待客人的时候，人家就会说：“哦，你怎么会端出这种算是大菜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餐厅菜稍微可以就是又节省时间，然后又不失礼貌，这真的很不难。蒸多久？5分钟。对，差不多1杯水的时间。它的不到1杯，不到1杯了，不到1杯。好，来欢迎大家出来，品尝一下这道青葱蒸鱼。我最爱这个。你要蒸比目、蒸鳕鱼都可以。对哈，那扁鳕、圆鳕都可以。那其实好香哇！哎呦，它是这么简单呢，它酱油跟酱油膏哎，对，这个就很健康。还有那什么，那什么香菇什么？香菇粉。加了一点白酒，真的像白酒，白饭也不是。饿了这样。趁热，这不是在那边冒烟儿，不趁热吃多可惜。你看多受欢迎，哇！请客之后看大家这样的反应就很开心了嘛。很开心啊，这就会很有成就感。加那么小一点，真的，谢谢。哦，好吃哎！掌声鼓励。谢谢。下一个我看来到我们吃了这蒸鱼之后，也来吃个不一样的。好，金老佛爷，金九位来。哎呦，中西私房菜单就出现了。哇！对，因为这应该是西式的吧？对，蛋挞对不对？因为就是我小孩就很不喜欢吃马铃薯，除了就是炸薯条之外，孩子都不喜欢吃马铃薯的东西。他没有被感动过了。然后呢，就是因为我通常就是我做客的时候呢，就都会就是煎牛排，因为我还蛮会煎牛排。但是这个呢，牛排的配菜，因为牛排为什么要搭配马铃薯呢？因为牛排就是算是就是很酸性，然后就是马铃薯是碱性，就是两个一起合并吃的话，就是非常的舒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是，所以西方对，所以西方为什么一定会有薯泥这个状况？但是薯泥这是我老婆教我吃的。聂云胜负欲爆棚，大菜登场，收服味蕾。特别去了越南2次，那2次我都有去当地去找人去学。你真的不想输哦？真的，我的胃就全部都暖起来的那种感觉。我说今天用的是和牛，是比赛就对了。哎呀。这是我老婆教我吃的。薯泥是非常牛排一定要配薯泥，热量很高的东西，因为它里面放了很多奶油，但是这个一个奶油都没有。那你怎么让它绵？cheese也是奶油啊。那你怎么让它绵的？但是因为cheese算是健康，就是奶油就是不一样。对。然后呢，因为这个呢，就是我会就把那个马铃薯全部都就是马铃薯先切丝，然后就把它蒸，就是蒸熟。蒸熟。完热的时候赶快弄出就是泥状。
泥状的时候呢，就那时候已经是放了很多就好的橄榄油跟一点点少一点盐巴，然后就把它就是薯泥，然后呢，我把那个 cheese 莫扎雷拉 cheese 对，然后把它就是像包水饺的那种方式去包起来，里面其实是包在薯泥里面。对，然后我觉得上面就是一球一球一球就这样子捞起来的时候也非常的好捞，给客人端给客人或者是小孩都很看到这个就是样貌就是都很喜欢这样子。哇，好漂亮！哦，它是 cheese 包球了，它把 cheese 包在里面了。对对对对对， cheese 包马铃薯吧？对对对，薯泥包 cheese。哎，不是 cheese 在外面吗？没有没有，是那个马铃薯在外面。对对对。哦，cheese 在里面。它主体是马铃薯啊。对对对。只要用大量的 cheese。你的薯泥有加鲜奶油吗？没有没有，也没有，因为有一些就是。你这可以加牛奶啊。对，可以。你薯泥不加水嘛，对不对？因为薯泥就是太水的话不好，对，没办法成型，没办法，就是一球一球。小朋友也可以一起来。对，一球一球就没办法。然后如果就是可以搭配一些南瓜，因为如果就是慢慢加一些孩子们不喜欢吃的东西，就全部都在一起。弄进去。对，这样子。不喜欢吃的全部放在里面，藏起来，藏起来，就孩子会喜欢。那你觉得下次这里面要不要加苦瓜呢？好，不喜欢吃的都在里面。我有想过。把那个茄子的皮去掉，只有泥的话，可能也藏得住。然后因为就是一般就是家长也是看到这样的时候，它要什么温度烤多久？180度，然后就是烤5分钟，没有，就差不多烤20分钟，因为里面的cheese也是蛮就是一般的。对。哎，只有6份，对不对？你会吃不到。对，没关系，因为我常吃的。掌声鼓励。这是南麻秘鲁。是我啦，我是觉得很好吃。这是南麻秘鲁，还是得享受一下的。配这个配南麻秘鲁。好吃这样子。好，请出列。哎呦，好棒哦，像边边这种。对，而且就很娇娇的。焗烤的小朋友就不行了，对，因为就看到就是很喜欢。焗烤小朋友就。这是外面是莫扎瑞拉的。对，一样。然后就是薯泥这样子就吃起来。可以放一些培根、火腿丁下去，而且它可以这样子哎，对，砍稀这样子的感觉，因为里面有包cheese的关系，就是整个拔丝番薯的感觉。它有 cheese 在里面，然后就搭配就是肉类的，就是一起吃，整个就是会就是刚好就是吃得很饱。然后我会就是搭配一些蔬菜，就譬如说阿司匹林，对，蔬菜就是芦笋就是芦笋吗？对，炒。然后就还有番茄，就番茄，花椰菜也很好。对，然后番茄一起炒，就是这样子，整个就是就一盘就是好像西方的那种，对西菜这样子。小孩子不喜欢吃蔬菜，我就喜欢用那个花椰菜。对。上面就把它放 cheese 拿去烤。对，很棒。把你知道吗？就花椰菜压扁，然后就变成扁扁的，就是然后就放在那 cheese，就是整个就是一片一片吃就很好吃。看，好像麻吉哦。很好吃，在里面哦。太棒了，很好。别跑！接下来下一位摄云啊，聂云。哇，真的是3星等级耶！你真的就是不想输对吧？啊，这样请客嘛，请客就要。我们都说是自己的私房菜，你一定要再挑个馆子送上来，这个这真是私房菜哦。昨天在家做的。你昨天在家做的，连汤底都是那就是做汤底啊。豆芽菜也是昨天种的，对，那是上个礼拜。牛是自己养的。为了今天，我平常都是用美国牛，我今天特别准备和牛。你就是不想输对吧？为什么要介绍越南河粉？其实因为我很喜欢越南河粉，其实在国外的亚洲人都会对越南河粉有独特的情怀。对，越南河粉在国外算比较普遍。来了台湾就很怀念这个味道。那后来我特别去了越南2次，那2次我都有去当地去找人去学，有北越的，有南越的，有差别的。来看一下如何制作，眼见为凭。来，哇，你洋葱都是一半一半对切就好了，是吧？对。你就有哪些香料？哇，有香菜籽，有小茴香，还有草果。草果，你的洋葱一定要弄成这么，一定要这样子，一定要煸到对，让它有一点点腌的味道。在越南他们做的话是直接在你的八角、桂皮、丁香都有，对，还有陈皮，
还有陈皮，还有白芝麻，不，那个白胡椒，对，白胡椒。最好是用孩子的骨牌大。那你这样煮一锅可以吃多久啊？我平常这样子一锅是8大碗的量，面碗的那种。然后这个骨头先过个水，然后骨头再放下去，然后跟其他那些香料一起。这样要慢炖，是慢炖吗？还是要一直滚？你这牛肚啊？牛肚，对。你是用快锅吗？炖那个汤是快锅吗？不是快锅，只是汤一般的汤锅。那这样要滚多久？大概要3个小时。哇！牛肉丸也是自己做的吗？这个今天的牛肉丸不是自己做的。平常自己会做吗？这个药膳味可厉害了。好，各位，来吧，老板要开张了，来，我要组合一下哈。我这个今天用的是和牛哈，所以是生牛肉，所以汤一定要是滚的，已经有生食条件哦，难怪你要这样搞。对，还有生牛肉河粉酱丸呐，是餐厅的等级了。你真的不想输哦？真的，你好重，有缺家人吗？张瑞福家传甜点背后竟然有洋葱。那个是在阿嬷刚好快离开前20几天，然后我突然间就说我很想吃这个，为了你起来做啊？真的，还要真的起来做，真的好疼你我就把这个拍下来，哇，这个这会成为你的传家宝，所以我就学起来，然后后来我就常常做给朋友们吃。现在外面其实吃到的机会越来越少，真的是家里的味道，才有这个感觉。你真的不想输哦？真的，是你好重。今天是比赛就对了。哎呀，我那个甘甜味，岳哥他这个是比较北越还是比较？这个比较偏北越，对，难怪跟我以前香料太多了。哇，刚刚炒骨那些都有哎。这个我刚刚因为我们今天讲请客嘛，所以我今天特别准备这个，是因为这个是我记录最高的，我请客人数最多。就有一次我做越南河粉，因为那个时候是我儿子的球队，大家过年要聚餐，球队里面15个人，加弟弟妹妹，然后加爸爸妈妈，所以我们那次大概有60个人。这个做一大锅那个越南河粉的汤，那这个就可以用牛大骨了，啊，那样子做够深，对，这可以做大概60-70碗。这牛肚好吃，牛肚我会先用盐水，跟小苏打粉，这个我会先过2次水，清水先煮1个小时，然后再用这个汤加料，比这个汤要咸一点、重一点口味的，再去炖那个牛肚，所以牛肚切出来会比汤味道重一点。这个要多久啊？吃哦，这个至少要2个。牛肚基本上已经很化，进嘴巴就化掉了，怎么那么哇？这太了不起了吧？很软嫩哎。我的胃就全部都暖起来的那种感觉。以后我不要做麻油鸡了啦，不要做越南河粉啦，很不要麻油鸡啊，笑死人了。吃成麻油鸡啦，燥死了。那个边吃啊，我们下一位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对吧？张瑞福，欢迎。这是米糕吗？对，甜的米糕。我河粉已经吃饱了，还要吃这个甜点啊？哦，甜点。对，搞不好吃完更开胃。哦，有这种事。它是只有用酒代替水去做的酒香桂圆甜米糕。全酒做的桂圆米糕。对，但其实我以前真的不太敢吃，因为小时候因为我妈觉得这个很补嘛，所以她会加很多酒，那小朋友就很怕，然后长大才知道那个味道的美好。这是不是很坐月子的感觉？对啊，坐月子的料理。我觉得我是在坐月子吗？阿嬷教你做的，阿嬷教我，但是其实阿嬷以前没有教过我，那个是在阿嬷刚好快离开前20几天，然后我突然间就说我很想吃这个，然后那个时候阿嬷其实已经不太起床了，吓我一跳。为了你起来做啊？真的，还要真的起来做，真的好疼，然后我就把这个拍下来，然后就因为拍的那一个影片我记录下来之后，我才知道所有的过程。哇，你是阿嬷带大的？对啊。他是金孙，哇，我不行了。天哪！哇，我不行，这个哪有这种事情的？真的，人不到1个月就要走了哎，你会还有能力起来？哇，这个我没办法，阿嬷真的疼你。就他最后做的东西，家里面的菜真的是一种情感的连接哦，真的情感的连接。哇，这个是会成为你的传家宝。所以我就学起来，然后后来我就常常做给朋友们吃，然后也成为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最后一道菜。那我刚刚不是说我会 take care 大家吗？真的是最后一道菜。这个就是让大家也是阿嬷做的，对，就是让大家带回家，因为我们家以前过年的时候会去
阿嬷的弟弟家吃饭，然后他的弟媳就会煮一大锅，然后让大家每一个家庭分一点带回家。我觉得这种祝福，然后也是你对没错，对啊，所以从那个之后，我只要好棒，我就会做，然后也会比如说工作啊，我会做给大家吃。然后也是因为这样用这种方式来纪念阿嬷。对，记录，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美好。我不行了，我不行了。你介绍吧，快点介绍。那看说看影片，我们来看影片好了，来，我们来看影片。好了，看影片。那非常简单，就是把圆糯米洗完之后，然后把所有水用米酒来替代。你只能用圆糯米吗？不能用长糯米吗？因为阿嬷就是用这个，我没有问过为什么。对，然后龙眼干也要先用米酒泡。都是要用酒，都全部都用米酒。然后米酒的量会比一般我们就是煮饭的水量少一点点，然后就很简单，米酒装完，然后下去蒸到一半的时候再把龙眼干铺上去，让它再吃那个味道。然后这个时候没有放糖，等到最后已经好了，我们再撒2砂上去，然后开始拌就好了。用它的温度去让糖吃进去，所以有可能吃到一点点糖的颗粒。有可能，如果没拌的，然后这个你可以自己控制那个甜度。蒸多久？几杯水？2杯水就可以了。蒸笼打开的时候应该是酒香四溢，然后热的吃会很软，然后冷的吃就变 Q。是甜点了，太棒了！阿嬷的承载着回忆的。这个里面2杯水啊，2杯水去蒸煮它，超 Q 的。我看不出来可以做出那么好吃。所以这个非常简单。好，我好喜欢吃这种东西，好香。可是现在外面其实吃到的机会越来越少，真的是家里的味道，才有这个感觉啊。但我不知道会不会太甜，或者是不够甜。不会，我觉得很刚好。酒精味已经散去了，然后剩酒香。酒香味儿。今天的最后一道菜，也是他阿嬷最后一道菜。用这个来做结尾，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完美。这个法国的知名作家，他叫做科雷特。他说过，家中的餐桌是结合爱和友情最好的地方。邀请你挂念的亲朋好友到家中来做客吧。好。 OK， 再次谢谢你们今天的参加，谢谢。女王大人，下次再见 ，See you， 拜拜。谢谢晨曦，谢谢。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